大家好，我是腿男神。因为我发了2期的关于网吧的视频，有好多人给我留言说，中国的网吧现在越来越落寞了，属于夕阳行业。确实也是，中国大陆现在的网吧已经人很少了，基本上你现在在一些网吧的话，看不到几个人上网。像以前所谓的三和大神，然后各种包夜大神，一进去都是几个月不带出来的，洗澡吃饭全部都是在里面，包括洗脚，各种气味铺天盖地的，很正常在以前。尤其是在我上学的时代，这种情况到处都是。有的网吧老板甚至花钱让这些长期在这里包夜的去吃饭、去洗澡，然后给他开一间房间住。为什么？因为弄不好就会出人命的。但现在网吧一下子随着4G 网络、智能手机的出现，一下子就感觉快要消亡了，感觉这是一种时代的淘汰吧。今天想说一下关于我个人90后在国内大陆生活的小伙伴们共同经历过的网吧岁月。那天是从02年开始上的网，那个时候上5年级，是跟着我的表哥一起去的网吧。然后那个时候上网呢，很多人真的是在查资料或者是聊天，因为那个时候聊天室是比较新奇的，而且有各种能够与人交流沟通的，而且还没有实名，就不需要你知道你叫什么我叫什么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那种。然后那个时候聊天是比较多， QQ 那个时候也刚出来没多久嘛。感觉是一个打开了你认知的一个新的天地。那个时候上网人确实也很多，尤其是我上初中的时候，那时候网吧基本上很多人都已经是在玩游戏了。男生以前也经常天天泡在网吧玩游戏，记得那个时候玩游戏最早的是红色警戒、传奇，最早的是传奇、红色警戒、CS， 那个时候还没有 CF， 一开始是 CS， 就是枪战的游戏特别火。然后就是魔兽争霸，包括3C 澄海，然后三国无双这一类的网吧游戏后来开始爆火，包括现在就大家都认识的小智英雄联盟的解说，包括游戏主播，他以前也玩的也是澄海3C 这款游戏。那后面有的是 DNF 第二城勇士，这个特别火。然后后面的就是 CF、DOTA、英雄联盟，一开始就有的就火到现在的可能魔兽世界一直很火，但是有的时候小城市魔兽世界的我是玩不了的，因为机器不太行，或者是因为玩这个它是需要点卡的。中国很多内陆的学生党一般很少去参与这种花钱烧钱的氪金游戏。然后就是很多等到我们上高中以后就出了回合制游戏，比如说大话西游啊，还有问道啊这类的游戏就疯狂产生了。等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有灵域啊，然后天龙八部啊这些游戏。那个时候 QQ 也出了很多，尤其是中年人喜欢玩QQ 对战平台里面的 QQ 游戏里面的斗地主，现在我们说的花儿都谢了，那个时候是最流行的。网吧呢怎么说，它是一款跟随时代互联网时代应运而生的一个行业。但是对中国打击特别大，尤其是毁了很多80和90后一代的年轻人。因为中国传统的家庭都是想让孩子能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这种，
父亲望子成龙，这一点在中国非常常见。但是很多父亲和母亲他自己本来就不是成龙成凤的，他要求孩子成龙成凤，就是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。但是很遗憾，这个社会出现了网吧，出现了各种我们这个时代不允许出现的东西，在我们80、90后这一代人身上，真的是像毒品一样吸引着你。比如说网吧，比如说叛逆期放到最大，还有就是出去混吃玩这样子，因为家里面人不想让你这样子，所以你叛逆期的时候你越喜欢这样子，总是喜欢与父母长辈对着干这种心态。但随着年龄成长的话，我相信这一代80、70、80、90后，大家都觉得应该为家庭而奋斗。现在很多90后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，他们这代人的心态可能慢慢恢复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了。我们那一代人就是夹缝在这个时代之中，网吧、爱情观，然后就是叛逆期，各种加在一起。然后等到我们大学毕业以后，出来到社会，发现房价唰一下上去了。以前没有人担心房价会怎么样，大家都担心自己以后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。但是现在社会不是这样，现在社会要求的是你有很好的工作，而且现在怎么说？现在没有结婚的90后一般都是参与自己相亲，很少有自己谈恋爱的自由恋爱的这种。因为年龄也比较大了，很多人因为自己的问题，比如他喜欢宅，比如眼光高，或者本身自己会有一点缺陷，这样子更容易投入到家庭里面给他介绍，或者是自己也有期望去接受别人的介绍，然后这样的话就等于不说买卖吧，但是这样也等于自己出卖了自己的爱情。怎么说呢？因为相亲这个事先有目的性很强的，因为大家都会想，我在相亲之前我会对自己有一个预期，比如女生会说找个工作特别好的，找个相对经济实力比较好的，有车有房稳定工作之类的，然后还有身高啊，还有不良嗜好的要求等等。男生可能会觉得对身材身高啊，然后长相会有一定限制要求，这就等于自己有一定的要求度了。所以一般来说，像90和80后这批人结婚以后，他很多没有稳固的感情，然后造成自己的离婚，然后对家庭也挺不负责任的。我个人感觉相亲不是特别好，就对未来的婚姻生活吧不会特别好，感觉真的时代挺悲哀的。而且很多人回想自己年少轻狂的时代，总会想起网吧的生活，也觉得确实网吧伤害了中国80和90后一代，简直是这一代人不可磨灭的噩梦。如果能够回想起来我们年轻上学的时代，能够回到那个时代的话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他不再会去想象自己再去上网逃课啊，整天不回家之类的。我相信有很多人这样，但是没有如果，一代人已经走过来了，所以我们不可能再有时光机回到从前。因为在中国目前来说，80、90这一代年轻人压力是非常大的，因为计划生育的问题，他们可能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，或者只有一个，或者很多结婚了跟另外一个独生子女，他们面临着以后要供养双方老人的责任，而且还要供养自己的孩子。这代人在高房价、高生活压力、高生活成本的情况下，是真的非常难过的一代人。男生在这里也祝各位80、9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能够天天开心。压力嘛，大家都会有的。如果你有压力，请给你自己动力，想让你过得更好。
祝福大家。